大家好，我是阿强。大家好，我是陆克。陆克，听说今年的这个奥运会开幕式非比寻常吧？对，是的，是的。我今天早上一早起来的时候，我的朋友圈就炸锅了，刷到了很多精彩的节目。对，我的这个性少数的朋友就极力的夸赞这一次的这个巴黎奥运会的开幕式，说你看这个跟我们性少数有关的内容也挺多，是吧？同志之吻、变装皇后、大胡子美女，是吧？这些元素全部都是。原来的话都是敏感的内容，但这一次我们发现非常的丰富啊。对，而且央视还转发。那是直播。要不我们先来看一段这个昨天开幕式的视频吧。好啊，好啊。非常非常的精彩哈！听说这一段视频是央视左切右切都没有切走哈，然后评论员沉默了好几分钟，因为他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解说这一段。他没见过是吧？你看这个两男一女的这个后边那个动作啊，很暧昧啊，尤其是那个关门的那一刹那之间那个眼神，绝了，交流了，绝了哈！不过这一段我觉得可能争议还是比较大的，因为也只有法国人我估计能够上演这么大胆的内容，毕竟他是两男一女。对。不过我在刷抖音的时候呢，我就看到了评论是完全不同的风格了。对，很难想象到。更多的人说这届巴黎奥运会简直就是一个草台班子，然后这是群魔乱舞。其中有一个人是这样说的，我念给你听一下。好啊。他说，无论男女都应该树立正常的爱情观。这个节目是对下一代的毒害，法国人可以堕落，但是请放过其他人。听上去是不是有点气急败坏啊？是的啊，像我们俩这样在一起的话，就是没有树立正确的、健康的爱情观。我想问一下，如果我们两个树立正常的爱情观的话，我们可以爱上异性吗？你可以吗？我不可以。我无论怎么树立这个爱情观，我也没办法，我只能爱上我喜欢的男性，我也没办法爱上一个异性啊。我还看到咱们中国的一个老演员哈，后面他出国了，他叫孙海宁啊，他在网上是这样说的。这个孙海宁的话呢，其实他一直都很苦痛。原来他在国内的时候，他有一次骂李安，他说李安拿8个奥斯卡我都不稀奇，好，因为他拍的都是那些同性恋相关的题材啊。因为李安拍的那个《断臂山》不是拿了这个奥斯卡大奖嘛，所以这个人呢，在国内就一直非常的恐同啊。虽然他现在离开了，还是不改他恐同的本色。你知道吗？这个体育界啊，原来一直是恐同的这个重灾区。为什么呢？尤其是男运动员，搞那些像 NBA 呀、棒球啊、体力运动、橄榄球啊，他们要展现他们所谓的阳刚气概，对吧？因为这个需要力量和对抗嘛。他们的粉丝群里面，他们认为啊，可能有很多人会在乎他是不是异性恋什么之类的。如果一旦出柜的话呢，就有可能让他失掉他的合同。粉丝啊，代言呢，因为他们 NBA 的人很多是靠代言的。NBA 第一位现役的球员出柜是2013年，当时还有一个交往了7年的女朋友。哇哦！所以你就知道是 NBA 打球的人为了遮掩自己的性倾向，他其实还做了很多戏的啊。不过他后面在出柜的时候，他就说呢，那种遮遮掩掩的隐瞒自己性取向的这个日子啊，就不是特别好过啊。他形容说，就跟每天在火上烤一样，非常非常煎熬，因为你每天都生活在谎言和恐惧当中，而且的话呢，担心一旦别人知道以后呢，你的世界就坍塌了，没有合同啦，对吧？没有工作了，对，代言也失去了，所以这个呢是他们比较恐惧的啊。每一个人如果他不能够做自己的话，都不舒服。对，肯定的。原来我有一段时间对奥运会其实已经没有什么感觉了，我觉得这个奥运会比赛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主要是不喜欢运动。现在这个奥运会它成了这个多元文化的宣传的一个场所，倡导多元文化的一个场域，我又会被拉回来了。我觉得我又成了奥运会的粉丝了。那这一届的奥运会呢，我也看了一些片段啊，就感觉很松弛。你看这个老外就是活得不太紧张是吧？而且不太当回事儿，对，以至于他们把那个国际奥委会的那个旗子都挂颠倒了，你知道吗？如果要是搁我们这里的话，那这就是事故了。妥妥的事故。我们不当回事，我们活得不紧张，什么事都好像没什么大不了。对所以这个也挺好啊，不要太紧张。这一次的话呢，整个开幕式的这个包容性很强嘛，我觉得跟导演有很大的关系。这个导演的话呢，他叫托马斯·乔利。托马斯·乔利的话呢，他自己是一位同性恋者。原来如此。对，或者我们用他自己的话叫酷儿吧。对，她的男朋友也叫托马斯，就2个托马斯，这么巧。对，他们俩很巧。托马斯本人的话呢，
他既是一位戏剧演员，也是一位导演，当然也是艺术总监哈。他自己对外面接受采访的时候就是说呢，这次奥运会呢，他想传递的关键词叫爱，内容啊包含了对自己的爱，对他人的爱，我们要这种多种多样的爱，多样性，共存于这样一个地球，或者共存于这样一片土地，所有的爱都是值得庆祝的。世界因为这些爱呢会变得更美好。所以这个有大爱的人啊，我比较喜欢这种表述啊，像孙海英那种，对吧？他就说啊，我们异性恋的爱是好的，像咱们这种同性恋的爱是不好的，所以他就要去贬低呀、攻击呀、恐同的言论呐、攻击啊都会有。那这样的话，就显得这个世界那肯定就不够和谐了嘛。只有你足够包容、足够多元的时候，大家才能够共存啊，所有的不同的爱的人才可以去表达自己嘛。当然，我也能够理解啊，可能很多我们中国的观众朋友还不太习惯这些 LGBTQ 的内容，因为这些性别多元的内容在我们的电视上可能就几乎看不见了。但是你知道，法国是2013年的时候呢，就已经实现了同性婚姻合法化，而且法国现任的总理就是一位出柜的同性恋。这对于法国人来讲是司空见惯了，对，这没啥值得大惊小怪的，很平常啊。对，他的国家的政府首脑啊都是同性恋，所以他们就觉得这个就是普通的事儿。对，那氛围不一样，氛围完全不一样了哈。他们能够把这个理念通过奥运会这样一个文化输出哈，能够有更多的人看见，我觉得也算是为我们性少数人群做的很大的一个贡献了啊。对，非常非常大。对，当然我们两个在这里表扬咱们这届奥运会还不够啊，不知道我们的这个频道的观众朋友是怎么看这届奥运会的开幕式的内容的啊？我们也欢迎大家能够在评论里面留下你的观点，然后我们大家一起讨论。我们这期节目就先聊到这儿，好的，感谢大家，拜拜。拜拜。